现在全球市场就像是在做一趟失控的云霄飞车，美股、亚股到处都在大洗盘，所有人都在尖叫，在逃跑。但你发现了吗？有一股巨大的、聪明的资金，正趁着大家恐慌的时候，悄悄钻进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避风港——澳洲 ETF。今天的内容我不讲废话，我会扒开那些政治大佬没说出口的秘密，告诉你为什么现在这个震荡反而是我们这种普通人最难得的翻身机会。我会分析未来的具体走势，教你怎么在乱世中稳稳接住这些钱。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在影片结尾，我准备了一个我私下观察了2年，极少人发现的隐藏版 bonus 要送给你，这可能就是你在2026年最重要的一个财富转折点。说真的，这几天看住美股和亚洲市场那种断崖式的波动，我脑子里浮现的是我几年前的一个深夜。那时候我刚进场不久，以为自己是股神，把所有积蓄都压在了几个所谓的热门科技股上，结果遇到大崩盘，我坐在电脑前看住数字1秒钟蒸发掉我几个月的薪水，那种感觉就像是胸口被打了一拳，气都喘不上来。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甚至不敢关灯睡觉，总觉得一闭眼钱就全没了，那种被市场支配的恐惧，我相信现在很多人正在经历。但你知道吗？在那次崩盘后，我学到最深刻的一课，就是市场永远在利用人的恐惧来完成财富转移。那些能笑到最后的人，通常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能看透人性弱点的人。我们来看看最新的官方数据。现在全球通膨虽然有降温迹象，但地缘政治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资金就像是一群受惊的麻雀，正在疯狂寻找一个安全、有围墙的地方落脚。而这个地方，现在很多大户都把目光投向了澳洲。为什么是澳洲？如果你觉得它只是个旅游胜地，那就大错特错了。想象一下，如果现在全世界是一个大办公室，大家都在为了谁当老板吵架，甚至互丢文件，而澳洲就像是那个坐在角落，手里握着所有办公室文具和零食供应权的人。不管你们谁赢，你们都要来跟我买纸、买笔、买水喝。这种资源为王的地位，在现在这个混乱的2026年显得格外珍贵。澳洲不仅仅是地大物博，它在政治上的角色也变得非常微妙，它就像是全球供应链的一个安全插座。当大家都不信任彼此的时候，澳洲的资源就是最硬的通货。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现在出现了一个难得的资金流入窗口，因为大家终于意识到那些虚无缥缈的泡沫会破，但地底下的矿产、肚子里的粮食是不会消失的。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会更深入地跟你分享我是如何从那种恐慌中走出来，并开始建立起一套像澳洲经济一样稳固的投资系统。我们要聊聊那些大国之间的博弈到底怎么影响你我的钱包，还有为什么 ETF 会是你在这个乱世中最好的防弹衣。如果你也曾经因为亏损而怀疑人生，或者你现在正看住手里的现金不知道该往哪放，那么接下来这一段关于防御性进攻的逻辑，你绝对不能错过。你可能会想，虽然澳洲就像是个家底厚实的地主，但地主也要有人买他的东西才能赚钱啊。现在全球局势这么乱，大家真的还有钱买矿、买粮食吗？这就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第一个关键逻辑。在财经圈有个词叫有案外包，听起来很专业，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只跟我的好朋友做生意。现在的世界不再是以前那种只要便宜谁都能买的时代，现在的大佬们更在乎的是安全性跟信任，而澳洲在全世界的人眼里就是那个最值得信任、最不可能随便断供的安全插座。不管是 AI 需要的晶片，还是电动车需要的电池，背后都离不开锂、铜、镍这些关键矿产。而根据2026年初公布的最新数据，澳洲在这些关键矿产的供应地位简直稳如泰山，甚至连那些平时吵得不可开交的大国，现在都争先恐后的想跟澳洲签长约。这就是我说的防御性进攻。当别的地方在打仗，在搞贸易封锁的时候，澳洲却在默默收钱，这种稳定感就是现在全球流窜的热钱最渴望的避风港。说到这，我想起我刚学投资时犯过的一个超级大错。那时候我听信了一个所谓的内线消息，说有一家澳洲的小型矿业公司挖到了超级惊人的稀土矿。我当时觉得自己抓到了致富密码，把准备拿来出国旅游的钱全压进去，每天盯着盘看，脑子里幻想要换大房子。结果呢，那家公司因为管理层吵架，加上开采许可证出了问题，股价在1个月内跌掉80%。我当时每天看住绿油油的数字，心跳快到快要窒息，那种后悔跟自我怀疑真的会让人觉得人生都毁了。后来我才明白，我们这种普通人根本没办法跟那些专业机构去拼消息、拼技术，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时间跟选择工具。
所以我后来把所有鸡蛋都放进了 ETF 这个篮子里。这就像是你不再试图去挑选哪一棵树会长得最高，而是直接买下整座森林，只要澳洲这块土地还在，只要人类还需要资源，这座森林就一定会长大。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ETF 是最好的防弹衣，它帮你挡掉了单一公司倒闭的风险，让你在睡觉的时候，几百家澳洲最强的公司都在帮你打工。而且澳洲的公司有个非常可爱的传统，就是特别爱发钱给股东。在现在这种市场震荡，大家心慌慌的时候，看住每隔一段时间就有白花花的现金股息汇进户头，那种踏实感真的比什么神准的技术分析都强。这就像是你买了一间店面出租，不管房价怎么跌，只要租客按时交租，你的心就不会乱。在接下来这一段，我要跟你们聊聊更现实的问题，也就是未来的走势分析。为什么我认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是很多资金在等待的那个窗口期？如果你想知道具体怎么布局，要避开哪些坑，接下来的分析你一定要认真听。说到未来的走势，我们现在正站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转折点上。再过几天，3月17号，澳洲央行就要开会决定要不要再次升息了。现在市场上大家都在屏息以待，有人预测会升到 4.1%， 这种不确定性让很多人心慌意乱，但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观察窗口。你想想看，为什么在利息这么高，大家都在喊痛的时候，全球的聪明钱还是在往澳洲钻？这就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深层心理逻辑。我们很多人在投资时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只看眼前的痛苦，却忘了未来的刚需。我有一个认识很久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勤奋工作、存钱的人，但在前几年升息循环刚开始的时候，他因为受不了账面上那几万块的亏损，在市场最低迷的时候，把所有的澳洲优质资产全卖了，转头去买了所谓的保本定存。结果呢，不到1年，随着 AI 浪潮爆发，对澳洲矿产的需求喷发，他卖掉的那些公司股价翻了1倍。他现在每次跟我喝茶都在叹气，说自己当时要是多忍一口气就好了。这种故事每天都在市场上演，而2026年的现在，情况其实非常类似。全球因为中东的局势导致油价飙升，通膨看起来还是有点粘牙，这确实让各国央行很头痛，但这也恰恰证明了澳洲的价值。当全世界都在为了能源、为了原物料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澳洲这个大房东手里的资源就是最稳的筹码。而且你发现了吗？虽然现在利息高，但澳洲的那些银行大户和矿业巨头，他们的利润依然稳健的惊人。因为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变，该盖的数据中心还是要盖，该造的电动车还是要造，这些全都要用到澳洲地底下的宝藏。这就是我看到的未来走势。短期内虽然会有因为利率决策带来的震荡，但那反而像是超市在做快闪折扣。如果你能把眼光拉长到2027年甚至更远，你会发现现在这些让你心跳加速的波动，其实只是大海上的小浪花。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你问我具体的建议，我会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分散与分批，不要想着一次买在最低点，那种事只有神仙能做到。我们要做的是像种树一样，每个月或每个季度拨出一小笔不影响生活的钱，慢慢布局在那些代表澳洲国运的 ETF 上。不管是专门收息的高股息型，还是跟住资源跑的成长型，只要你选对了方向，剩下的就是交给时间去发酵。而且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你得学会跟自己的情绪相处。当新闻标题写得越惊悚，身边的人越不敢谈投资的时候，通常就是真正的机会悄悄降临的时候。接下来我要带你们进入更核心的内容，我们要聊聊那些大国之间的政治算计到底是怎么帮澳洲加分的，还有最重要的那个我一直藏在口袋里的惊喜 bonus 到底是什么？这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房地产和科技结合的认知。讲到政治算计，很多人会觉得那离我们太远，但实际上那些大佬们在谈判桌上的一个眼神，可能就会决定你下个月的电费或者你手里 ETF 的净值。现在是2026年，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澳洲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变得很像以前的瑞士，但它比瑞士更厉害，因为它手里握着的是全球转型最需要的真金白银资源。我有个在大型跨国物流公司上班的朋友，前阵子跟我喝咖啡，他跟我感叹说，这2年进出澳洲主要港口的货轮减流多到要排队排到公海去，而且运的东西跟5年前完全不同了。以前是成堆的煤炭，现在更多的是锂矿、铜矿，还有各种提炼过的稀有金属。这背后其实就是全球大国博弈的结果，大家都在怕万一哪天供应链断了，或者某个地方又不准出口了怎么办？
所以纷纷跑来澳洲加码投资，这就是一种政治安全溢价。这种溢价会直接体现在澳洲那些全指股的股价里，这也就是为什么澳洲市场在这一波全球震荡中反而显得有一股应景的韧性。说到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观察到的心理小实验。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在排队等一家很红的排队美食时，如果你看到后面排的人越来越多，你反而会觉得这顿饭一定很好吃，哪怕等再久你也愿意，心里甚至还有一点点优越感。但在投资市场，如果大家都在恐慌离场，你反而会吓得赶快跟住跑，甚至不惜赔钱也要卖，这就是标准的从众心理在作祟。但现在的澳洲 ETF 就像是那家后面排队人潮越来越多的名店，聪明的机构大资金其实正在悄悄进场排队，而很多普通人却因为一点点新闻上的风吹草动就想把手里的优质位子退掉，这真的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我身边就有活生生的案例。我有一个人朋友在2024年底的时候，因为看了一些惊悚的新闻标题说全球经济要大衰退，吓得把手里持有了3年的澳洲基础建设 ETF 全卖了。结果2025年到现在，澳洲因为人口持续涌入和 AI 基础建设的需求爆发，那些地产和基建巨头的获利直接创下历史新高。他现在每次看到股价跳动都要跟我抱怨自己当时太冲动，这就是我说的，不要让眼前的恐惧遮住了你对未来的想象力。在2026年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赚钱机会其实就藏在这些必须要发生的现实里。你想象一下， AI 需要运算，运算需要机房，机房需要大量的土地和极其便宜的能源来散热跟供电，而澳洲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绿色能源潜力和最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成了未来5年到10年最稳健的财富收割机。这不是我在跟你画大饼，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很多观众问我，现在澳洲市场是不是已经涨到头了？我通常会反问一个问题，你觉得5年后的世界，人类是不需要网络了，还是不需要 AI 了？如果你相信世界会继续往数位化、绿能化的方向走，那么现在的震荡对你来说，就只是给你一个低价买入门票的机会而已。而且澳洲政府现在对于吸引外资的政策也玩得非常聪明，他们知道自己手里的底牌是全世界都想要的，所以政策面非常稳定，这对于我们这种追求睡得住觉的收益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颗定心丸。讲到这里，我们快要进入最后的高潮了，也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具体操作建议跟那个 bonus。 我知道大家现在最担心的可能还是那句老话，万一我今天买了，明天就跌怎么办？接下来我会教你一个我自己用了10年，在几次大崩盘中督救了我一命的心理防守法，让你能在市场暴风雨中像个老练的船长一样稳稳的掌舵。然后我们就来揭晓那个能让你资产悄悄翻倍的隐藏版商机。既然我们已经看清了澳洲这个大房东手里的底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你心里最后那一点点不安，也就是万一进场就跌怎么办。这里我要分享一个救了我很多次的心法，这是我在一次深夜看着账户红彤彤的时候突然悟出来的，我把它叫做老船长心理防御法。你想想看，如果你现在坐在一艘横跨太平洋的大游轮上，半夜突然遇到暴风雨，船身开始剧烈摇晃，桌上的杯子全掉在地板上碎了，这时候你会有2种反应。第一种是吓得发疯，想直接跳进冰冷的大海里求生，那大概率就是死路一条。第二种是相信这艘船的吨位和它坚固的钢铁结构，回到房间把自己固定在床上，闭上眼睛睡一觉，等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已经穿过了风暴。投资澳洲这类核心资产的 ETF 就像是在做这艘大游轮，那些短期的通膨数据、升息消息就是浪花，只要澳洲地底下的矿产还在，那些大银行还在稳定赚钱，这艘船就不会沉。所以我的具体建议是，如果你现在手里有资金，你可以先把看盘软体从手机的首页移走，甚至删掉，给自己定一个规则，每个月只有发薪水那天进去加仓一次，剩下的时间该吃吃，该喝喝，去陪家人或者去运动。因为你越是盯着那些跳动的红绿数字，你的大脑就越容易被原始的恐惧支配，做出让自己后悔一辈子的决定。我身边有一个投资非常成功的前辈，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他说财富其实不是赚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你要有耐心坐在那里等它长大。在2026年的这个当下，澳洲 ETF 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在动荡世界中稀缺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来自于实体资源，也来自于澳洲那种甚至有点保守但也极其稳健的法治和金融体系。这对我们这些想守住辛苦钱的人来说，
就是最大的福利。好了，终于到了我要跟大家分享那个神秘 bonus 的时刻了。这是我自己观察了很久的一个财富支线。大家现在都在疯 AI， 都在买辉达，买微软，但你发现了吗？ AI 的尽头其实是房地产和电力，更具体的说，是那种能承载成千上万台伺服器的数据中心。而澳洲现在正悄悄变成全球数据中心的避风港。为什么？因为澳洲土地多，温差大，有利散热，最重要的是澳洲的能源转型做得非常扎实。当别的地方因为缺电而限制数据中心扩张时，澳洲却能提供源源不绝的绿色电力。所以我最近一直在研究一些澳洲的地产信托，也就是 REITs， 像是大家熟悉的 Goodman Group 或者一些专注在工业地产的标的。他们现在手里的租客不再只是普通的仓库，而是全球科技巨头的大脑。这种生意不仅租金稳定，而且随着 AI 的需求爆发，租金增长空间大得惊人。这就是我看到的隐藏商机。你买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代码，而是 AI 时代最硬的地皮。这就是我送给看到最后的你们的真心话。在这个充满挑战的2026年，如果你能比别人多看这一步，你就能在大家都还在恐慌的时候，悄悄完成你的财富布局。最后我想跟大家说，投资真的不是为了让你每天提心吊胆，而是为了让你未来能有更多的选择权。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在这个震荡的市场里找到一点点心灵的平静，也希望大家都能在澳洲这个资金流入的窗口期，抓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份财富。说到这里，你心里可能还在纠结，虽然听懂了逻辑，但具体到要买哪几只代码，比例怎么配，什么时候该加码，什么时候该收手，这些实战中的细节才是最考验人的。其实我私底下已经帮自己还有身边的家人整理出了一套2026澳洲 ETF 实战配置方案。这份方案包含了不同风险耐受度的3种组合，还有我个人预设的进场点位。如果你也想要这份方案，请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只要这支影片的点赞和留言人数达到预期，我就会毫不保留的再做一个专题影片，把这套财富地图公开分享给大家。当然，如果你是不想等待，想要立刻看到我所有的具体投资方案，我非常欢迎你加入我的会员频道。说真的，每个月的会员费其实比你随手买一杯咖啡还要便宜，但这杯咖啡换来的可能是让你避开几万块甚至几十万块的市场陷阱，以及更有系统的财富成长逻辑。最后我还是要由衷的提醒大家，投资这件事本质上就是一场对未来认知的变现。我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纯粹是我个人的观察与心得分享，这不是什么神准的预测，更不是绝对的投资指令。市场永远有风险，每个人赚钱都不容易，所以请大家在按下买入键之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做好风险评估。你要为自己的口袋负责，这才是真正的投资者心态。那么今天聊了这么多，我想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现在这种全球震荡的环境下，你觉得最让你睡不住觉的是什么？是手里的现金在贬值，还是怕买了之后市场会继续跌？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交流你的想法。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觉得有一点点收获，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赞，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也在投资路上奋斗的人。还没关注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并开启小铃铛，你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继续挖掘财富真相的动力。祝大家都能稳扎稳打，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